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苦求数月，总算打通了电话，而魏凤和的警告很直白：舰载加空射高超音速导弹，让美军保持冷静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了电话，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中美防长首次通电话。据英国的路透社报道，说这次通话是奥斯汀请求的。数月来，他一直试图与中国军方高层通话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可以看出来，美国人为了与中国军方直接通话，真是锲而不舍呀。那么，美国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？中国又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回应呢？这从双方对话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。奥斯汀在电话中向中方表达了拜登关于管理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性，包括在核裁军、太空和网络领域，以及改善这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危机沟通。奥斯汀还向魏凤和表达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在台海的军事行动、在南海和东海活动的担忧，以及美国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担忧。双方还就海空安全问题、乌克兰局势等交换了看法。美国还特别提出中国不要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。魏凤和在通话中清晰地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，要求美方停止在海上进行军事挑衅，不得利用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抹黑、栽赃、威胁、施压。魏凤和强调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和现状，并称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。中美两军高层进行直接对话沟通是必要的，但是双方的这次对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。奥斯汀进行沟通的本意是希望与解放军高层建立热线，能够就双方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沟通，主要担心台海局势，仍没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中国实施抹黑、打压。相比较而言，魏凤和的谈话主题就两条：一是要求美国海军减少在中国家门口的挑衅活动；二是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玩火动作必须收敛。中国军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。这句话可不只是口号，这是意志的展现，还需要由实力来提供保障。就在中美防长对话之前，中国给美国人又亮出了两个杀手锏：一是舰载的反舰弹道导弹，二是由轰6N挂载的空射型远程反舰弹道导弹。这些武器如果只是用来对地打击，就有点浪费了。那么用于打击巡洋舰、驱逐舰和航母才是合理的，因为它们的价值更高。而对这类武器，美国人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防御。美国是一个靠实力地位来展开外交的国家，其海军又是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的主要力量。近期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刚刚通过了新的所谓战略，要对中国实施前进性部署战略，也就是他们未来会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存在，甚至有可能采取一些碰瓷的行动。中美两军最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域，一个是台湾海峡地区，一个是南海地区，当然也不排除东海地区。而原因有可能是海空对峙引发的擦枪走火，尤其是在美国煽动台独引发台海危机的情况下，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或者风险在不断提升。美国国防部长的意思是，美军会保持对中国的挑衅和施压，同时他也还要与中国军队保持高层的沟通，让中国适应美军的挑衅。而魏凤和这次的表态，算是给美国人亮出了底牌，警告美军别在中国家门口挑衅，更别在台湾问题上挑事儿。当然，中国这次亮牌是底气十足的，因为我们完全有能力、有决心、有信心捍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。而两种新型的用于不同平台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亮相，已经成为摧毁
美国海上霸权的利器，甚至呢，他们有可能成为改变未来海战态势的武器系统。这样呢，他们的出现又要让美国军方加重焦虑症了。去年，中国进行了一次可重复使用太空器的试验，就刺激了美军高层。那次可以说是美国人自己找的，因为解释是他们自己解释的。而这次中国亮出的2种高超音导弹，绝对可以直击美军高层的灵魂。我们就喜欢美国用实力的地位对话的样子，因为我们也是真有实力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